是人吗？胖，你不遮掩一下？遮什么遮？刚才都漏了。哦，哎，许久都没发现人，要不咱给他放了？这是要去见林相。闭嘴，往后转，走。走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猜到林相了，不能放他走。哦，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哦。没动静。这是要干嘛？九品剑手。刚才那箭射得不错，用的几弹弓啊？去吧。你也不用出来，我就坐在这儿。你若有胆，射我一箭试试。我在，没事。小心。你若无胆，我吃完这块，我就进去了。回吧。抓到他！
没人。回去。刚才树倒时，你已经醒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想，你应该不想被人看到。范闲信任你。那剑手是谁？我哥是不是已经进院子了？他会不会有危险？你说呀！陛下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得要问你呀。我今日与婉儿约好了城外郊游，啊，然后我就四处闲逛逛，走到这儿发现这个院子，觉得有点口渴，就进来讨口水喝。找口水喝，接着说。然后这找着找着，就找见陛下了。你知道这个院子住过谁？不知道。住过朕的一位故人。朕闲时会常来看看，走一走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范闲，哎，你好像从来没有在朕面前跪过。要不我现在给您跪一个。陛下，适才河畔有高明剑手袭扰，臣担心是调虎离山之计，冒昧前来，请问圣安。朕没事儿。陛下若安然无恙，那臣就放心了。臣再多问一句，陛下可要用膳？朕用过膳了。这是宫中侍卫统领燕小乙，9品以上的实力，与大宗师只是一线之隔。刚才朕差点忘了，9品以上的高手，一墙之隔就能清出2个人的呼吸。把剑放下吧，朕没有受到威胁。
这是太常寺协律郎范闲，一会儿他出去的时候，也不要拦着。是。还有，回去给禁军传个口谕，待朕回京时，调1个营的兵力保卫这里。从此以后，这所别院的周围就不能再有人了。是。你捡了条命啊！要知道，9品以上，他们能听到墙内另外1个人的呼吸，他们通过声音就能断定朕在什么位置，然后用剑来刺杀你。隔墙听呼吸声辨位，已非常人所及。他们已经不是常人了。你不是口渴了吗？回陛下，见到陛下如遇甘霖，早就不渴了。你也听到了，这个别院从此以后会重兵把守，别人家的宅子，以后别乱闯了。是。明天有空吗？应该没事儿。到宫里来。啊？你和婉儿的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婉儿自小在宫中长大，太后和嫔妃非常喜欢她，让你见见他们。臣明白了。好，下去吧。燕统领，听说你杀了程居书，有这回事儿。你能杀8匹，运气好。员外那剑手是谁？什么剑手？我不知道。问你话最好如实了答。陛下刚才说了，我要走，让你别拦着。燕统领是打算抗旨啊？我记住你了。别送了。哥，这怎么了？那箭手好厉害，树被生生射断的。五竹叔呢？不见了。没事，他一直这样。你找到钥匙了吗？没有，见到陛下了。陛下，陛下在里面。他好像跟我娘也熟。你问他了吗？他不愿意说。走吧，晚上该等齐了。太子被抓了？没事的，是相府的人。你爹要抓太子？抓错人了。其实，他想试探的是你。他想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宗师级高手。还是怀疑我？三表哥说了，凶手不是你。这次出行，原来你一直在欺瞒我哥。道歉的话，我回头会说。你现在赶紧带大宝回相府。三表哥说，只要转告一句话给父亲，他自然就会知道凶手是谁。太子说了什么？不可以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眼睛怎么了？哈哈哈哈！骗你的！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。范闲，
你怎么跟来了？我信你，我相信婉儿也信你。今日之事，他一定有苦衷。你不要心中对他生怨。我对婉儿的感情看上去这么不可靠吗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，大宝，小不点儿，大宝，小贤贤，下来一起玩啊！大宝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下来一起玩啊！啊！时候差不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！改天再出来吃饭。嗯。小姐姐，你也要送我一起回去吗？哦，行啊，我跟范闲一起送你回去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回家吧，走。若若，帮我个忙。做什么？派去试探范闲的人回府了。哦，相爷不必露面，我去见他。有劳先生。闻名究竟。先生，怎么样？我们把范闲抓住了，押在城里，请先生去看看。我让你试探他身边有没有高手，你把他抓进城。不是，高手并未出现，可他却看穿我们是相府的子弟，口口声声说要见相爷。你承认了？啊，不会，我肯定不会承认。我们就是把他压着，等您发落，这不等于承认吗？我不能出面。赶紧把范闲给放了。毕竟有官身，一旦事情闹大，相府不好交代。哦，袁先生好，大宝好，袁先生好啊。走啊，这就是书房。啊，大人，是不是我现在就放了范闲？放谁？范闲啊。那这个人是谁？未曾见过，他是谁啊？你到底给我抓了个什么？爹，小贤贤跟婉儿他们俩都去了，然后他们俩就坐在那儿聊天，然后来了个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我们就在池塘那儿捉鱼，然后打水漂。对了，我们还比赛了呢，我赢了爹。然后后来我们又挖虫子洞，然后我洗手了爹，你看，好，都洗干净了。好，来，先喝口水。谢谢爹。爹。前面有好多穿白衣服的人，好些都哭了。啊，办丧事。办丧事？我还没有见过呢。啊，那就去看看去吧。啊，前院正堂摆了一个大木盒子，去磕个头。为什么呀？这是规矩，都得磕。小贤贤，那你跟我一起去吗？哦，那你跟爹在这儿聊天，我一会儿就回来找你。坐。怎么这么快就把大宝送回来了？我都听婉儿说了。是吗？我能理解。至亲之仇，总要查清。喝茶。
太子来找过我，他让我跟您转达一句话，说您听了，自然知道凶手是谁。什么话？杀人者，却为宗师。只接近宗师水准，酒品上亦可能是凶手。这天下能杀宫儿的，便只有可能是那4人，不可能有第5个，绝无可能。我遣人查过了，事发时叶流云、苦荷寺顾剑都不在京都附近。我没猜错，是宫里的那个杀的宫儿。受何人指使呢？皇上、皇后、太后、长公主、老2太子都有可能。既然太子透了底，或许不是他。长公主不是婉儿的生母吗？那个女的是疯的。既然此事涉及宫廷，太子为何要说出来？夏野，为何说出来？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行差踏错，手底下将太子抓了。我听婉儿说了，怎么还没放吗？他说要见老夫，还说要见你。见我？守在外面，不会怪罪你们的。殿下，臣不必拘泥，不必解释，我已然知晓了。我派人送给2公子的挽联，林相收到了。你怎么能确认杀人者是大宗师呢？2公子死因的文卷，监察院一共出来2份，送往宫中那份，方才把话说透。这些事为何让我知道呢？我在朝中孤立无援，想和林相结盟。太子微服内海，麾下才俊云集，怎能想到与老朽结盟？自己事自己知，门下追随者众多，却无一6部重臣。父王、太后都不看好我，如今倒是老2声威愈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，我这个太子的位置啊，就要拱手让人了。老夫能做些什么呢？林相统领百官，你我联手，才有一线生机啊！
林相还在犹豫什么呢？二公子之死必是宫中所为，只有你我联手，才能查明真相，找出真凶，为二公子报仇雪恨呢。若下令杀人的是当今圣上，我说了，替二公子报仇雪恨。你我之盟不可留有文字，那是自然，你我心中知道便可。怎么还特意将范闲叫来呢？林相日后鼎力支持，必定是他。太子的意思是，北齐之争已攻陷一州之地，前日前线停战，北齐使团已经在赴京的路上了。这与我何干？此战起因是由你追查司礼里而起。这么说来，还是你立了头功。你我虽有争执，但却从未有过不解之仇吧？你有才名，我亦惜才，何不携手？内库终将会转交你手，我不抢便是。今日起，我林相都是你身后壁柱，保你一飞冲天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我都还年轻，待我登基，未必不是一场有始有终的君臣佳话呀。外边休要喧闹，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人来救驾？绝对不可能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太子留步，外面死状惨烈，必是绝顶高手所为。做什么？出去看看。危险！这儿就我一个能打，难不成让太子出去？谢必安，听说你文武双全，下回咱俩换把剑试试。你别怪他，谢必安天生冷脸，对我都没有好话。没想到你来，我也没想到你来。别听屋里那位的，总是话说的好听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进去看看。嗯。地滑，慢点走。
小王救驾来迟，太子殿下恕罪。你这是什么章程啊？听闻太子被人劫持，心急如焚，故带谢必安前来营救。不过太子不要担心，这门外的匪徒已经被谢必安杀绝了。您想也是来救人啊？啊，我路过。门外匪徒可认识？从未见过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谢必安出手没个分寸，伤了自家人呢。二殿下宅心仁厚，叫人赞叹呢。哪有？既然太子之危已解，老夫就先行告辞。我是看你剑不错，多少钱买的？走吧。好，好剑。时时刻刻盯着我呀！殿下为国之储君，又是兄弟，敢不尽心尽力护持殿下安全吗？好一番兄弟情深呐，听得我好生感动啊！臣的本分。不过太子殿下请放心，这京都城内什么事儿都有我替太子瞧着，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，都瞒不过我。哎呦，那我便安心了。不如我送太子殿下回东宫。求之不得啊！老二怎么来得那么快啊？这两位相互咬得紧啊。世伯真要跟太子结盟？说说罢了，两头结缘都不得罪。此时朝局混乱，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你推上去。这回是真心实意，再无猜疑。只是不知道我时间还有多久。可是世伯看上去身体健康，暂时死不了。我是说，在我这个位子上，不知还能站多久。其实做官和做人都一样，犹如屹立山间，越是向前越要谨慎，否则便会万劫不复。自己能推吗？站上去就退不下来了。少爷，都被杀了，没留一个活口。他们的家眷都在城外。不要收尸，不能留下任何一点把柄。家里的好生安置。你不要觉得我心狠。心软，反害其身。好了，不多说了。今天你也经历了不少，早点回去吧。来了，你心绪不宁，
今天发生太多事儿了，燕小乙的神剑，谢必安的杀行，在太平别院遇到了皇帝，林若甫彻底消除了对我的猜疑，还有老二跟太子之间针锋相对。是哪件事情让你不安？太子在拉拢我。你我虽有争执，但从未有过不解之仇。你有才名，我亦惜才，何不携手呢？这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过去都认定，林拱在牛栏街设局杀我，背后是太子主使。可是现在，他却说与我没有不可化解之仇。或许以为你不知真相。林拱杀我一事闹得满城风雨。若真是太子主使，他不可能轻易对我放下戒心。或许这是搪塞着眼。他特地说要见我，而且我看他神色，是真心拉拢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一直在想，难道背后指使林拱杀我的，不是太子？会是谁？我也想知道会是谁呀。想不出，就日后再想。唉，有的时候我真是羡慕叔的性子。你学不来？我确实学不来。钥匙找到了吗？没有。那就是在宫里，小姐生前留下的东西，好些都在那老太太手里。哪个老太太？太后。确认了所在，那便好办了。唯一的麻烦，宫里那个大宗师洪四祥，他是在皇帝身边的，就守在太后左右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局面了。这些个毒蚊子咬一下可痒得很呢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看太后那边好像都没有蚊子啊，洪公公在那儿，毒物不敢靠近。到时候还和今天一样。哪样？我拖住大宗师，你进宫拿钥匙。叔，宫里不只有大宗师，今天那个燕小乙，他是侍卫大统领，常年在的。都交给你。你这么信得过我？这世上，除你之外，我无人可信。说，你有没有感觉过寂寞？没有。我娘过世之后呢？也没有。没有。等你老了，我陪着你。我大概不会老。那就等我老了，你陪着我。如果那时候你还这么想，好。你说我这辈子有记忆以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，说不准将来最后一眼也是你。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是不老。我们不是该说进宫找钥匙的事吗？是啊，继续吧。现在的问题，你认识太后进宫吗？不认识啊。那好，找机会进宫，记得摸清路线。哎，这就巧了，明天我正好就要进宫，怎么样？好，记得瞧路。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能让你惊讶的吗？没有。行，
你厉害，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敬佩之情了。说，你有没有觉得京都气候特别干燥？多亏我心灵手巧，自制了加湿器一台，机械结构、水力驱动全啊？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若若给我留的门。这是什么？京都天干物燥，不比儋州，所以我自制了加湿器。加湿器？你找我是有事吗？今晚的星空很美，我想请你和我一起看星星。我从小在宫里生活，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。每到晚上，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，因为除了星空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还有我这病，这肺痨，时好时坏，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死。白日里，我笑着跟人家说话，其实心里害怕极了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死的。我不敢与人亲近，因为我害怕突然有一天因病离世，人家会伤心难过。可事实上，也没有人愿意与我亲近，毕竟是私生女的身份。我也是私生子啊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见过那么多的事情，我却只能被封锁在宫里。我曾听说，人这一生就像是在路上前行，不断的与人遇见，在分道扬镳。我羡慕极了。我这一路只有我一个人，从来都没有遇见过其他人。我只能独自一个人，一点一点地向前走。我本以为我会一个人走到死，可是没有想到你出现了。发现有人陪着的感觉真好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可是我好害怕，害怕有一天你会离开，我又变成了一个人。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。对不起，今日出游，我骗了你，我没有把我父亲要试探你的事情告诉你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道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，所以我就只能偷偷跑出来，坐在这儿陪你一起看星空。你看，
今晚的星空是不是特别美？是很美。在我心里，这是最美好、最珍贵的东西了。除了这个，我不知道还能给你什么。你把整片星空都给我了，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。我也是，从今以后再也不骗你。你看，没有你好看。茫茫人海，就像是这夜空中的繁星。这几日，我总是在想你给我说过100只樱花的故事，为少男少女的爱情感到惋惜。直到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故事了。因为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不想让我们错过。我们一定不会错过。不如走之前让我抱一下。宫中有旨，召你入宫。谁呀？这次入宫，主要是娘娘们想见见你。你呀？你陪她走一次吧。好。若若一起吧。你妹妹一向不爱这种场合。我愿意去。那就这样吧。我也愿意去。不去，我不喜欢这种场合。一会儿进宫之后，帮我记住各殿之间的路线，细节帮我瞧着些。好，我可能要闯一次宫，那我记仔细点。你不害怕？哥要做什么我都帮你。
你跟着做甚？进德宫去，你帮我找娘娘求个字儿呗。求什么字儿？咱们淡泊书局不是就要开张了吗？要是能有皇室的题字，那咱就是皇家淡泊书局。到那时节，那必然是门庭若市啊！都皇家了，还淡什么泊？可以不要淡泊，咱们开书局本来就为赚银子嘛。要依着我说，应该叫大义书局。记着啊，求字儿，别忘了，哥。许久不见，夫人风采照人呐。公公还是那么会说话，不知今儿哪几位想见我们贤儿？几位看着郡主长大的，都想瞧一瞧范大公子，还有太后那边也要看一眼，不过要等午膳后了。先去哪儿？夫人来了，自然先去宜贵嫔处啊。那皇后呢？皇后今日身子不适，就先不见了。这边请。我知道你去过御书房，但这儿才是真正的后宫，别四处探看，说不好就有人参你一个堕慢失仪。哎，姨娘跟宜贵嫔认识啊？宜贵嫔是我堂妹，皇室素来对我柳家恩重。那姨娘还嫁给我爹，图什么呀？老娘乐意。我懂，真爱啊！待会儿见面别太傲气。我懂，要给姨娘面子。宜贵嫔是三皇子的生母，不可轻视。三皇子不是太子吗？我朝惯例，太子独立位于皇子顺位之外。宜贵嫔的子嗣啊，虽然年幼，却也算是三皇子。哦，那这个意思是，太子没资格有亲人，更不方便有兄弟。这话你也敢说？哎，姨娘跟宜贵嫔多久没见了？4年了。这么久？进了宫，亲情就断了大半。宜贵嫔生性凉薄，柳家根底深厚，再时常入宫，有内外勾结的嫌疑。这么说，这宫墙倒成了她的囚笼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们呀，可真忍心，把我扔在宫里就再也不管了。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毕竟柳家是外戚，要学会避嫌呀。你都是范家的人了，何必顾虑这些呢？今儿不是来了吗？要不是你们家范大少爷要娶婉儿啊，我们姐妹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呢。你就是范闲。侄儿范闲拜见柳姨。范公子，叫娘娘不能失仪。果然是个好孩子。范闲一行已到了宜贵嫔处。柳如玉进宫了。是。多年未见，宜贵嫔应该欢喜得很。据说那范闲不顾礼仪，直接叫他柳姨。宜贵嫔喜笑颜开，到现在都不曾放范闲离去。礼仪见多了，反倒渴望亲情。范闲这一叫聪明。接下来他要去哪里？问过了，依序是淑贵妃处、宁才人处。午膳后，太后会见他一面。若是抓准了时机，安排个宫女洗浴，正好让范闲撞见。你觉得如何？我说笑的，痕迹太重也不够有趣。派人跟着他，听听他都说了什么。
三皇子，这孩子啊怕生，不敢见人，实在是叫人无奈啊。我小的时候玩才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儿，要我浪费时间见几个不认识的人，我也不乐意。你这孩子倒是实诚。说他实诚的呀，你恐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人。哎，柳姨慧眼识珠。你这孩子，宜贵嫔，淑贵妃和宁才人那边还在等着，午膳后太后也要见范公子。柳姨，要不我先过去，咱们都是自家亲戚，以后我常来看你。你去便是。你留下来陪我说会儿话。他们要见的是范闲，不妨事儿。姨娘留着陪柳姨，我自己可以。若儿也留下吧，喝喝茶，吃些点心。我陪哥哥一起去吧。那你自己去小心些，其他娘娘面前，可别再这般轻浮了。不能说轻浮，我觉得这孩子是诚挚。你是被他给骗惨了。现在要去淑贵妃处，淑贵妃是二皇子的生母。二皇子为人颇为有趣，不知他娘是怎样的人物啊？这几位里，淑贵妃是最为严苛的，但也是我最放心的。放心？哥见她绝对过关。为何？因为哥是才子啊。哼。嘿，小姐，范公子呢？在那儿呢。哎呀，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叫淑贵妃了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，范公子，赶快坐下吧，淑贵妃马上就到了。拜见淑贵妃，范闲到了。哦。坐吧。把这本书放到左边第二个书架的第2层。你那首诗不错啊。万里悲秋，常作客。啊，贵妃娘娘谬赞了。你开书局了？是。有孤本吗？都是些小说、话本，古书倒是没有。听说《红楼》是你写的？其实是一位曹先生写的，我只是偶然见过，抄写下来。哪位曹先生？古来杂文我素有收录，怎么未曾见过？书写的倒是极好。啊，多谢贵妃娘娘谬赞。近日里读些什么书？你出书，我弄铺面，4、6分账，我4你6，你看怎么样？账本。商贾之道，终究事于粗鄙。贵妃娘娘教训的是。我儿子又在宫中长大，我们都把她当女儿看，所以要见你一面。承泽也一直夸你。承泽又是哪位？是二殿下了。我这儿子心气高，他能夸人，难得。我跟殿下也算是一见如故啊。你大约是被他骗了。他心思深，从不与人一见如故。他的事情我不多说，相处久了，你自然会明白。有件事情你大概不知道。我爱读书。
知道，我已然知道了。你是晚辈，来一趟，我应该送你一些礼物。苏我素来不喜，就送你几本古籍孤本吧。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其实我……然而你想要的，我也未必舍得送你，还是由我挑选几本送你吧。都行。你也不方便提着，我差人送到仪柜品那里，走时带上，如何？娘娘说的是。你还有事吗？那夏臣先告退了。哎，这边。哦，这边。真没想到这性子跟二殿下差这么多。舒贵妃淡雅得很，平日不爱说话。哥哥有才子之名，她才愿意多看你一眼。实在是难跟上这话题转变。接下来是宁才人，大皇子的生母。哎，这大皇子在边塞领军，手握兵权，他要争太子之位，岂不是占尽上风？公公没事儿，你不说没人知道。大皇子不会争，也争不了。为何？宁才人是东夷人，当年陛下北伐掳回来的。当时陛下在战场受了伤，宁才人日夜照料，这才脱了奴籍。后来入了宫，生了大皇子。所以这大皇子有一半他国血脉，因此不可能继承皇位。宁才人也因此不被太后所喜，本来已是妃位，多年前不知出了什么变故，被夺了尊位，降为才人。嘿，老太太心眼还挺小。哎呦，我说范大公子啊，老奴这条命还未活够啊！公公放心，我又不会当着太后的面这么说。我说范大爷，您还想当着面啊？平时就要慎言。那么多老太太，谁知道我说的是太后啊？嘿。你就是范闲。回娘娘，正是下臣。胡子都没有。什么？胳膊也细了些。你这样的竟然能杀死程巨树，他可是8品高手，我不太信。回娘娘，当街交的手，许多人瞧见。你应该再壮实些，粗犷些。总之，不是现在你这个样子。罢了，既然婉儿喜欢，就这样吧。就完了？对呀，我们今天就是瞅一瞅，满不满意还得婉儿说了算。娘娘看得透彻。好了，下去吧。禀宁才人，太后那边午膳后要见范闲。见吧，我又没拦着。不是，您瞧，已然这时辰了，哦，原来你是要来吃饭的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。哎，你也坐吧。老奴不敢。我这儿倒是没有这些规矩。尊卑有别，老奴真的不敢。随便你吧。早有耳闻。范家有女，才貌双全，婚配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有个儿子，倒是直爽。等他回京，要不要见见？啊？我还没想嫁呢。紧张什么呀？我又没逼你。来，动筷子吧。哎，主食呢？上主食。回娘娘，我用不着主食。我给你哥哥要的。这么多，不必拘谨啊！一习武之人，必须要吃饱。
我这真不是拘谨。吃吧，不够再添。来，尝尝这肉，快吃。那么一大盆，他全吃了，剩了不少。啊，你不觉得这范闲还挺有趣的吗？殿下觉得有趣，便是有趣。说起来，我才是婉儿的母亲。她进宫了，为何不来见我？公主，您忘了，是您自己说不愿见她，说是怕会厌烦。可我现在觉得，见她是件有意思的事儿。她还在宁采人那边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太后寝宫了。我要见她。等等，这么有趣的事，不能只有范闲。把小乙叫来。是。让他带着弓箭。都记住了吗？从入门到太后寝宫，都记住了。回去画张图。范公子，要不您就在这儿跪吧，太后看看您。跪这儿？啊，是。门都不进。太后的意思，跪吧。我见陛下都没跪。跪吧。算了，看在岁数大的份上。太后只让范公子跪。我陪我哥。我跪在这儿，他瞧得着我吗？这是慎言，洪公公。4个宗师都是谁啊？我们庆国占了2位，流云散手叶流云，这还有一位神秘未知，据说是隐藏在京都的皇宫里，也有人猜测啊，她是皇宫里边的一个老太监。太后说了，你不该为了年岁大而跪，你跪这儿，是因为君臣的本分。太后还说，下次见陛下，也要去席。他在那里边能听见我？是你听见的？后宫里说话行事，最好小心些。也不是谁都有您这样的好耳力。太后要我告诉你，好好对婉儿，若让她伤心了，只怕你要拿命来换。也请洪公公转告太后，他刚才那些话只会适得其反，反而让人更不敢接近婉儿。怕了？我对婉儿好是发自自己的真心，我护着她，不是因为太后说了什么。只盼你记住自个儿说的，送她出宫吧。洪公公，您是4大宗师之一吗？
那孩子有些不服气，不过他说他会真心对婉儿，我瞧着不像是假话。真心这东西能够有多久啊？太后不见见他吗？小于辈里，还算聪慧的。远远的见过了，不喜欢。为何？说不清楚。这孩子，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太后不该见过他才对啊。是啊，也许是，没有眼缘吧。随他去吧。今天总算没出什么岔子啊！哎呀，范公子，今天这一件，您和郡主的婚事就真没有什么阻碍了。老奴就先道一声喜，讨个口彩。你这，老奴是真心道喜，晚辈也是真心感激。那老奴只能却而不恭了。长公主要见范闲。哎，事先并未提及呀。之前不想见，现在要见。既是为了婉儿而来，殿下自然是要见的。烦请带路吧。殿下要见的只你一人，他们两个自到宜贵嫔处候着。哥，请。什么？长公主要单独见范闲？也该见呀，毕竟她是婉儿的生母。可有不妥？长公主在宫里素来以柔弱示人，只是什么？只是相处久了，总觉着她的外表下藏着些什么。此话何解？就好像心底里有另外一个她，一直在压抑着，在无声地嘶吼着，虽听不见，却让人心慌。与她站在一处，总觉着心里有一只猛兽，随时会脱笼而出。我去找哥回来。哎，等等，那也太过于失礼了。或许都是我瞎想的，不必惊慌。你放心，宫廷里怎么会有事儿呢？殿下在里边等你，公子请。臣范闲见过长公主殿下。听说你师从废界，医术高超，婉儿的病如今也有了起色。只是恰好知道些偏方。可有治头疼的偏方？头疼病因诸多，老师当年教到此处也是颇为头疼。就真的没什么好法子吗？倒是跟老师学了些按摩的法子，或许能够舒缓疼痛。给我试试。怕是不太方便。范大才子怎么这么古板？过不了几日，你便是我儿子了，怕什么？既是长辈有命，自当遵从。开始了吗？
你这手法也是和费介学的？老师传授的认血之法。确实舒缓了许多。主要是为了活血，血脉若是供给脑部不足，也会头疼。费介何时教你的？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。唉，倒是没想到，范家和监察院却是走得这么紧密。或许只是家父与老师的私交。当年他们确实认识。啊，对了，你奶奶在儋州可还好？身体好得很。那就好。当年我最喜欢你奶奶，总是喜欢跟在她后面。奶奶一向护短。听说你开了个书局。淡泊书局，贻笑大方了。总比裹在朝政里安全。牛栏街刺杀，吓着你了吧？臣时时记得。听闻你有个护卫死了。他叫滕子京，不只是我的护卫，也是我的朋友。生离死别，在所难免。殿下说的没错。我说了什么好笑的事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想着刚刚那些话，觉得好生有趣。哪里有趣？一个布局刺杀的，反过来安慰被杀之人，这不好笑吗？牛栏街刺杀是我安排的，也就是说，你那个朋友也是死在我手上，这不好笑吗？怎么不按了？你一个人安排的？是想问太子知不知道吧？是，我虽支持太子，但也不会事事告知。林拱偷偷投靠到我手下，太子一概不知。说起来，林拱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可惜死得太早。我听说，你一直想为那个护卫报仇。他叫滕子京，死人的名字就不用再记了。这仇还报吗？广信宫里这会儿一个人都没有，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还犹豫什么？报仇不是你只想做的事吗？难不成是我的身份吓着你了？还是说，你那个朋友终究是白死了？刚才还漏了个穴位，现在好点了吗？你按得真好，现在只是有些轻微的不适了。那我再多帮您按会儿。
臣倒是要向殿下道谢。谢我？谢我杀你吗？谢殿下为我解惑呀。到今天，总算知道要杀我的是谁了。不客气。多问一句，儋州那次刺杀也是我。是为了担心内库大权旁落？开始是。后来呢？后来觉着你这个孩子有意思，有意思的人，杀着才有趣，不是？殿下好眼光，我也觉着自个儿有意思。刚刚就没想着动手。想了。怎么又收了？臣想跟殿下打个赌。说。刚刚我要是动手了，今日此时便是小臣丧命之时。我说的对吗？好啦，出来吧。你这么聪明，我越发觉得你有趣了。那您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，臣先回去了。如果刚刚没有人埋伏，你会杀我吗？别急呀，来日方长嘛。这个问题，殿下早晚会知道答案。我等着。我走了。有意思。又见面了，燕统领。还会再见面吗？卓先生来了！北齐使团已经入京了，庄墨涵也在其中。京都内不少读书人都赶去城门迎接了。天下士子皆尊庄墨涵为师，他此次来，怕是想影响谈判的利弊吧？怎么谈陛下定，读书人起不了作用的。还有事啊？院长，这几日院内暗潮四起，属下收到风声，有不少人渴望破坏这次谈判，想重启战事，一举平定北齐。院长明鉴，京都事宜，你一处担当，看紧点吧。若暗中谋划者是院内同僚呢？此乃国事，为情面。属下明白。北齐使团到了，若鸿胪寺真的要和他们和谈，一统天下，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。不必慌张，使团若是死在京都，自然谈不下去。死了使团可以再派，现在北齐一败再败，怎么也不敢再挑起战事了。若天下文宗庄墨涵
也死在京都的。若庄墨寒被杀，则战事不可避免。陛下也将继续用兵，一举攻克北齐。到时候，公子也可以从北齐国都回归，不必再身陷险境了。我做这些，不是为救我的儿子，而是为了我庆国千秋万代的大业，为了有朝一日，我们能见到天下归一。严大人真是深明大义啊！长公主承认了。现在想想也都连起来了。李云瑞既不希望我进京迎娶婉儿，更不希望内库落到我的手里，所以才假传监察院密令，要让我死在儋州。可是你没死，所以牛栏街他又试了一遍。现在他再要杀我，可不仅仅是为了利益了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林相有一句话说得真切：长公主不是婉儿的生母吗？那个女的是疯的。正常人根本不会把真相告诉我，更不会用自己的性命诱我动手。这个女人确实是疯了。疯了？一个疯子不是更好对付吗？她不一样，越疯越危险。要不要告诉陛下？没用的，没有证据。就算她亲口承认，却没有其他人证。那怎么办？要斗长公主，急不得，还是先把眼下事情做好。后宫的路线你还记得吧？记着。画下来。范闲少爷，老爷叫您去书房。你先画，我去看看什么事儿。范大人，范大人，久仰范大人才子之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少年风流哦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气宇轩昂啊！您哪位啊？在下鸿胪寺少卿辛弃。鸿胪寺？对呀，大人啊，以后咱们都是鸿胪寺的啦，没事要关照关照。不是，我不是太常寺协律郎吗？大人以后就是鸿胪寺的啦。你暂时去鸿胪寺做事儿，天大的干系，要小心办事儿。办什么事儿啊？大人还不知道哈，北齐和东夷的使团早就进了京都城了。这我知道。这个北齐是来求和的，这个东夷是来赔罪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朝和北齐使团谈判，大人是这个接待副使是吧？我啊，对呀，就是您呐。那陛下都下了旨意了，还能有假呀？所以我着急忙慌的，赶快来请大人移驾鸿胪寺，咱们看看去，好做准备呀。是真的。哎呀，大人请，大人请。大人您看啊，这儿就是我们过几日和北齐使团谈判的地方了。到时候还要仰仗大人的风采呀。啊，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。有何不解啊？我对此事毫无经验，怎么会选择我参加谈判？您这样不就是明知故问了？好好说。当然是太子和林相的推荐了。太子跟林相？是啊，二位大费周折，就是为了让大人一帆风顺，赢得名声啊！哎呀，这个大人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地方，尽管跟辛某说，辛某为您排忧解愁。辛大人啊，您是4品，我是8品，您追着我喊大人，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这不有句俗话吗？叫有志不在官高。有这句俗话吗？有啊，当然有了。
大人这么年轻有为，是吧？还有太子和林相扶持，那今后的前程不可限量啊。另外呢，我也跟大人透露个消息，我也是太子门下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太子门下。大人不带这样的，你又给我开玩笑逗我玩。您要不是太子门下，那怎么那么看重您呢？咱们还是说说谈判的事儿吧。好。大人啊，是这样啊，对方使团里边有个叫庄墨涵的，除了他，别人您不用给他们好脸色。庄墨涵。瞧什么呢？你看那朵云，哟，今儿闲情雅致啊，像不像是一堆银子啊？果然还是你的风格。哎，你说我要是把这一堆银子给拿回家，那我夫人跟小女得多高兴！咱是要回府是吧？王青年，你听说过庄墨涵吗？我知道啊，今天进的城。这全城读书的种子啊，都去参拜了。威望这么大，读书人都知道啊。庄墨涵，文坛巨匠，行走于这人世间的活圣人，天下读书人的老师啊。你不知道？你不也是读书人吗？我不算。哎呦，您可自谦了。您写出了传颂天下的诗句，您不算读书人呐。走吧。怎么了？影子大人，陈萍萍找我有事儿。有人要杀陈院长，天底下要杀陈萍萍的多了，不出半个时辰就要动手。他现在人在哪？监察院里。那就没事儿，没有重兵，谁能冲进监察院杀人？现在院长身边已经没人了。没人是什么意思？庄墨涵进京了。这跟庄墨涵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庄墨涵进京，才是改变的前提。院里都知道，要再挑战我，只有刺杀庄墨涵。可是，院长已经派一处保护庄墨涵了。是，一处的诸葛已经倾巢而出，三处的废界不在京都，其他各处的强势战力也被我分别调离。今日监察院内在职的，都是我们的人。那也不足以强杀庄墨涵呐。庄墨涵是幌子，我们要杀的是陈萍萍。你来了。无路可走了，下地牢。你们都清楚，院里真正阻挠我等再起战火的，始终是陈萍萍。他若一死，监察院就会掌控在我等中党手里。到时候激励陛下攻灭北齐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他也是人，我费尽心机造成今日局面，今天不杀，再没机会。杀了陈萍萍，监察院大权就在你我手中了。事已至此，再没退路了，动手吧。范公子，李李姑娘一会儿聊，正被追杀呢。追杀？
一下那个。这里面就是地牢的最深处了，里面关的都是祸害天下的魔头。先进去再说。这里边就安全了？也不算太安全，有很多人知道这条路。平时他们要给犯人送水送饭，有时候还要把尸体拉出去。那咱们躲进来有什么用啊？甬道狭窄，可以抵抗。那不早晚还是一死？哎呀，死路！这下糟了，我不能死啊！我未曾与夫人讲过，我私自就死了，那她一定会生气呀。这般境地，你怕的是婆娘生气？死生事小，夫人是否同意事大，你不懂。司礼礼在外边会怎样？他们要杀我，自然不会留活口的。牢房钥匙口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管别人？钥匙。等我一下。这孩子不错呀。什么事？啊，什么事？监察院内乱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快走，他们随时可能出现。你把我带来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要死？我答应过保你性命，就是死你也得死我后头。里边去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我说过，这里面关的人，祸乱天下的魔头。对，有一个还活着。这么多链子，就为一个人？就为一个人呐！看一眼就能活命吗？我这边。快找找陈明明在哪儿？没找到，没有，没找到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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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儿啊？还是哪儿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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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。人都要死了，还不能满足一下好奇心啊？这人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他叫小恩，我的腿因他而废。陈明明他就在里边，他无处可逃了。暗道的门让他们给打开了。司礼礼，做什么？北齐战败了，
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紧张，总得说点什么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活命，他们要杀的只是陈萍萍。你觉得他们还能放过我们？我们可以先杀了他，用他的人头换你我性命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王启年，大人，玩命吧！好，你干什么？等着。是影子，就他一个，杀他！他就一个人，杀！这外边都是高手，他一个人能撑多久？厮杀声好像越来越远了。杀出去了，莫非是对手实力孱弱？都是7品以上的高手。真不是我的主意。你说什么？影子要试探你，不是我的主意。什么意思啊？试探我？那外边那些人都是假的？他们真想杀我。那是有其他高手暗中埋伏，没有任何援兵。那你这话怎么说？影子一人可敌1000骑。我不知道，我就从来没见过影子带人出手。哦，司礼里，刚才影子离开，他们2个暂时不在我身边，我还以为你要挟持我。这可是你逃出升天的最后机会。我知道。怎么犹豫了？我不敢。在北齐，陈萍萍的名字与鬼神无异。推我出去吧。陈萍萍，好好活着，等我出来。他就怕我死在别人手里，他出不去。走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人要杀你？知道。你也不阻止。监察院独立于6部之外，位高权重。我虽是院长，但是也防不了全天下呀。总有一些机构想尽办法派人混进来，而且他们个个都会隐藏。这样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都跳出来，一次暴露清楚。王启年，拿自己当诱饵，哼，都是聪明人，他们见不到我，怎会上当啊？走到现在，一个活口也没见着。自投罗网便是如此。我觉得在里面更安全。
没声音了，应该没事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行事太狠？他们要杀人，自然也会被人杀。负重前行，确实身不由己啊。王启年，开门。哎，看这玉是不错哎。院长，属下一回院里，就看到影子在残杀同僚。我安排的。哦，你应该在监视北齐的庄墨涵，怎么回院里来了？事有蹊跷，庄墨涵不见了。庄墨涵进入京都以后，一直在鸿胪寺给他安排的住所，从不见人。属下觉得奇怪，就让手下扮成侍者进屋打扫。庄先生，能为您打扫房间吗？庄先生。结果发现庄墨涵不在屋内。之前有谁见过他？太学、吏部、礼部、御史台，都有人拜访过他。看来都很仰慕庄墨涵，想当面请教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偷偷把人接走呢？院长，庄墨涵是文坛巨匠，一言一行都能影响天下的读书人。他就这么消失了，恐怕不是小事啊。把访客名单列出来，叫我看看。是，属下这次回京都，就是想请您下令彻查京都。这事儿就这么办了。正好你回来了，把在京的各主办都招回来吧。我有话说。是。院长，范大人，我先回趟家去，跟我夫人报个平安。那要没什么事儿，我也走了。那你等等，见见他们。都在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：一处主办诸葛，四处主办颜若海，你都见过了；二处主办在边界有失未归；五处主办黑旗不在京都；六处主办影子；七处主办在江南办事没有回来；八处主办宣九，他负责书籍刊印。你不是开了个书局吗？归他管。宣大人好。剩下的就是费杰的3处了。费杰不在，暂替他管理事务的，就是躺着的这个。他是死了吗？他是范闲，院里题司。各位大人好，
小师弟来了，我姓冷，飞老的门下，咱们算是同门啊。冷师兄，这是我研制了一种新毒药，自己吃了几副，哎呦，药不错，没做解药，失败了，毒更重。哎呀，师兄辛苦啊！等我好了，请你吃饭啊，我自己下厨。哎，别，这就不必了啊。行，我先休息会儿。哎，都认识了吧？那我就开门见山吧。今天有人在院里设局想杀我。范闲救了我，是影子动的手吧？我看见了。你认错了。我老了，以后范闲可以接我的班，你们多照顾。范闲才入京都不久，人都没认全呢。人可以慢慢认呐，我现在又不退。院长，监察院乃庆国最重要的地方，不是谁都可以接手的。属下以为范闲没有这个资格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不是来征求大家意见，我只是通报一声。我觉得挺好，别的地儿不管，我们三处一定支持小师弟。最后再说一遍，这事儿定了，不改了。有谁不服，找机会杀了我就是。算了。院里这些年风风雨雨，我本来觉着将来是你接替院长。院长今日这决定，确实让人心寒。严若海，有一点要说清楚，我不是要争权，我诸葛没能力坐那个位子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皆以庆国为重。我知道。今日那些刺客的尸首我都看过了。都是胆大包天的。对，其中有好几个人最近和你交往甚密。刚才你怎么不说？严若海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和你一样，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庆国。为什么？你问的是什么事儿？监察院交到我手上。是影子自作主张要试探你，这样也好，可以把事情说清楚。诸葛说的没错，我还没这资格。监察院是你母亲一手创建的，这些年我一直替她守着。这个院子，终究我要还给你。时过境迁了，时间过了，初心未改。鸿胪寺去过了吧？是个好事。大战后，谈判求和是国之大事，用心做。我明白，你就好好的干。有什么不顺心的就告诉我，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，我来帮你解决。什么事都行。什么事都行，再困难的事情，我来办。回去吧，今天累了，晚上越发凉了，知道把被子盖厚一些。
你的咳嗽还没好，年纪大了，病不好好。回头我给你抓些药。好啊。天地人和，君子务劳，夜半子时。你心神不宁。我去了宫里，若若画了太后寝宫的地图，我记住了。为何心神不宁？牛栏街刺杀是长公主的谋划。一个布局刺杀了，反过来安慰被杀之，这不好笑吗？陈萍萍说要把监察院交给我，还说我有困难告诉他就行。有什么人给你出难题了，也告诉我。我差点把长公主的名字说出来。论杀人，我比他强。要杀长公主吗？毕竟是婉儿的母亲。要杀吗？长公主是权势重过生死，把她扳倒，赶出京都，会让她比死更痛苦。这我不会，我自己来。随你。说，闯后宫偷钥匙的计划也要缓缓，得找个更好的时机。你来定。说，你知道吗？监察院那个影子，武功很高。知道。他是大宗师吗？9品上。庆国不就那么几个9品上吗？说，你见没见过影子长什么样？没有。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去了趟监察院地牢最深处，那下面关了个人，特别恐怖，人身都用铁链锁着。大人是副使，坐这儿。好。辛大人，我从未与敌国谈判过，有点紧张，不知一会儿该说些什么。别紧张，两国舌战就是谈判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言辞，就是说话啊，自当雅量，就是要懂礼貌，要客气啊，这就能彰显出我大国之气量。哎，反正待会儿啊，你什么都甭管了，就听我的吧。啊，好吧。我雄师所占1州之地，
绝不可能还你们。那是我国疆土，你国疆土，还你国疆土，想要回去，派兵来打呀！要不这么着，我先宣布一下，谈判暂停，等两国打完了以后再继续谈，你干不干？你粗鄙！尔等的嘴脸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说的可是真的？那当然了，听我细细道来。来，张兄，这边请，到我府上详谈。这家酒馆的招待特别有意思，我来过。小二啊，哎，来了。小二啊，来，给我换个曲子啊。好嘞。好。范大人，这个午后呢，咱们还得接着谈啊，所以呢就不饮酒了。哎，这曲子对了，最适合我等读书人。辛大人，刚才谈判是否过于张扬了些？就是强势。不是大国气象吗？哎呀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赢了，我们不强势，对不起这些兵啊。好茶。气象悠远兮，扶摇登霄，其味空静兮，潜藏于窍。我大军所占一州之地，不可能还，而且你们还要赔付我大军开拔之资，这还怎么谈下去？本来也没什么好谈的嘛。辛大人，此次谈判，我方条件绝不会让步。你是突然疯了吗？这张纸条上有个新消息，我方的条件都写在上面，诸位可以先看看，咱们明天再谈。你也查查消息的真伪。这下糟了！这是北齐刚送来的密折。院长，您找我？有件事你必须要知道，冰云被抓了。北齐锦衣卫干的，沈仲亲自抓的人。人还活着吗？活着。北齐要当他做谈判的筹码，他们要什么？首先要拿回这一州之地，其次要归还战俘，还要给他们北齐死去的兵丁发放抚恤。最可恨的就是这最后一条，他们要用萧恩和司礼礼换回严公子。萧恩啊，监察院地牢里关着那个。没错，那可是北齐的盖世魔头啊，曾经和陈萍萍齐名。那时候陈萍萍率黑旗千里奔袭，以双腿的代价才把他给抓回来。这样的人物要换回去。说的是啊，不过这次国战多亏了严冰云打探军情，传送密报，
咱们才赢得那么顺利。更何况，他还是监察院严若海的亲儿子。不还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，打下的疆土不能还。其实他们真想要的是萧恩和司礼礼。萧恩不能放，此人归齐，必将疯狂报复。作为倾国子民，我不能接受。不是放，是换。换冰云回来。我连夜北上，潜入北齐国都，设法救回犬子。此时北上救人比登天还难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必须如此。换不换不是你来定的，学长，也不是我。此事只有一个人能定夺。侯公公在，马上让监察院放人。陛下。另外，告诉鸿胪寺，朕打下的江山一寸都不放，其他的条件都好谈。那个严冰云必须活着回来。领旨。陛下就这意思。萧恩不能放啊！严大人，陛下有口谕。陛下知道萧恩是怎样的人，监察院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二次。严冰云忍辱负重，潜藏在北齐国都，呕心沥血。朕都知道，用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换回我庆国的未来，值了。严大人，还有你们，陛下还说了，要严公子活着回家。臣领旨，谢恩。谢陛下圣恩。范闲，把提词腰牌给我。给我。范闲，我们会再见的。陛下，鸿胪寺与北齐那边已经商谈定论，东夷使团那边也已经将礼物悉数转交，准备离京了。虽有波折，鸿胪寺办事还算周密。传旨，明日启年殿设下夜宴，君臣同庆。是。但慢着，让北齐和东夷使团陪坐。快去！奴才明白，定会办好。明日夜宴，百官云集，北齐朝臣、东夷使团欢聚一堂，可谓盛事。庄茂涵呢？谁？我是说庄茂涵，他好像没有参与谈判。确实没有。进京都以后消失了一次，之后就一直在屋内静坐看书，再无其他举动。那就古怪了。一代文坛宗师千里迢迢，
来了京都，结果什么事儿都没做，就为明日吃顿宴席。明日夜宴要想发生什么，转瞬之间天下皆知。院长的意思是说，庄墨涵明日夜宴会有所举动，若有企图，必在明夜。那我们当如何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瞧着就行。那岂不失了先手？也没其他法子。不知庄墨涵意欲何为，自然无法防范。还有一事，北齐那边送来消息，犬子被擒，或是因身份被人透露。北齐密探里有人告密，不是北齐那边。你的意思是说京都？是京都有人把他卖了。冰云潜伏北齐，此乃绝密，除了陛下以外，只有我们监察院的人知道。难不成是院里有人卖国？为什么不能？院长，属下以为当立即彻查此事。不必了，这是心腹大患呐！此事到此结束，不必再提。是。监察院成立这许多年，光阴流转，昼夜时刻，有些老东西也该换了。